大家好，我是 Zoe， 今年22岁，是一个新鲜出炉的毕业生。毕业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既快乐又残酷的事情。快乐就当然就是我们不用再念书了，可是残酷就是你不找工作的话，你就是一位无业游民。很多人会很害怕这个 transition， 所以在可能还没有找清楚自己的喜好、兴趣，就已经找了一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的工作。对于毕业以后的生活，我是真的很迷茫。可是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不得不想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短短1个月里，我的宠物因为病痛而离世了，英国也频频遭到恐怖袭击，距离我仅仅10分钟车程的 Grenfell Tower 起了一个世纪大火。发现人生嘛，好像到最后离不开一个死字，所以我就在想，反正终须一死嘛，那干嘛不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呢？当我想到人生这个词，我脑海中就会浮现一片，就2点之间，起点与终点中间就是一片混沌，模模糊糊的，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直到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一片混沌，只要稍稍整理一下，或者你加一些东西进去，它可以变得很漂亮，就是一个很美丽的景象。那美丽的景象要由谁来定义？如果我一直为别人而活，在乎别人的批评，在乎别人的眼光，就我的人生会是别人眼中很美丽的一个景象。在我眼中，在死的那一刻，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片空虚，并不漂亮。我曾经很在意别人的眼光，而在亚洲的教育里面，无非就是成绩好，那就是好。所以中小学时期，我都很在乎那个第1名，自愿当一名医生啊，医生前途无限好嘛，这就是每个人所期待的，他们的期望。费尽了力气，确实是得了第1名，也得了什么全能奖啊，一大堆现在不可能会有人问的东西。可是你那时候是废了你的青春，浪费了你可以做一些无知、幼稚、白痴事情的时光。然后刚上大学的时候，还会因为没考上剑桥、牛津这些大学而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在念什么大学，而且最后我也没念上医科，读了精算学，也就这样遇上了我的男朋友。四大教会为了我抛开别人的眼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出自己的人生。然后我现在也精算学毕业了嘛，我大可以去找一份精算师的工作，高薪厚职的，可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个人是比较宅慢热，我中学时期都已经招惹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haters， 所以办公室政治应该会把我逼疯。然后就在这个阶段，相信很多人都跟我遭遇同样的事情。我的爸爸已经一直在催我找工作了，就是要我当一名精算师。他说学了就是要用嘛，已经被他唠叨了无数遍。然后很多人就会因为父母的压力、家里的压力，乖乖的去找相关的工作，可是却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如果你很喜欢你的专业，那恭喜你，你少了很多很多的烦恼。那如果你念了那一科，你才发现你不喜欢，那千万不要因为读了就要用的那个理由而去选相关的工作。天生我材必有用嘛，那是你自己的人生，你所学的知识永远是不会浪费的，知识是没有嫌多的，你要怎么运用在你的人生上面是你的决定。好像我读精算嘛，我不一定要当精算师，我里面学的投资、经济、数学，一堆计算方面、电脑方面的东西，我可以运用在各行各业，我可以自己做生意，我可以自己投资，总之就是做一些我有兴趣的事情。没有人说过偶尔任性一下想做自己的事情就肯定不会成功，也没有人说过会肯定成功，会有失败，可是失败的过程中你快乐。如果你是为了别人的期望而失败，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可是肯定不好受。然后还有最主要的还是面子的问题，你要承受一种就是当你的同届已经在当律师啊、医生啊，都找到工作，已经有稳定的收入，你还在默默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打拼，为了自己的兴趣而奋斗的时候，人比人比死人。如果真的要比的话，很多人10多岁就已经赚了第1桶金。我曾经会问Kendall Jenner 那么漂亮，那么年轻，比我还小，
他已经是超模，他赚了好多钱。然后过后开窍，我看了一个 motivational speaker 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终究会成功，只是在于几时而已。干嘛要那么累的跟别人比呢？说真的，行行出状元这句话不是说来骗人的，只要有兴趣，你就会花时间去钻研，然后当你肯下功夫的时候，成功自然就会找上门来。最明显的例子是打电动，每个父母肯定都会是很反对的，可是谁又会想到现在打电动的薪资比普通打工的薪资还要高的很多倍。那前提是你必须很厉害，所以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做，你就要尽全力的去做，你必须要取得成功，你才能堵住那些看不起你的人的嘴。所以对于我毕业后的生活的人生，纯属个人意见啦。我是觉得为了目标而工作的话，那工作就不再是一份工作，它就是你一个人生的一个学习的过程。机械式盲目的工作，每天最期待的是下班，每个月最关心的就是发薪资的时候，到老到退休到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学到，而且没有发展到你的兴趣。现在说完比较理性的话题，我要回到比较感性的话题。开头有提到很多不幸的事情，例如说恐怖袭击啊，大火啊，这些事情都造成了很多的伤亡。连续好几天的报道都是在报道说他们在大火中如何通过电话跟他们的家人道别。然后我发现每一个道别都离不开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想要你知道我很爱你。还有一个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前几天我对你的语气很不好，求你原谅我，我很爱你。这个让我反思了我平时待人处事的态度。我貌似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我最爱的人。我男朋友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所以我曾经问他为什么，然后他也告诉我，发脾气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或者你对他发脾气的那个人明天会不会在。只要你带着这个心态，你真的不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又很爱你的家人，你肯定就不会再对他们发脾气，或者更容易道歉。举个实例，就是在我考试期间，我妈要我帮她做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可是就一直在催我。我那时候就已经超级烦躁、超级压力的，可是她就一直在催，最后就在电话讲OK，过后我觉得心里一直很不舒服，我觉得我必须要道歉，因为事实摆在眼前是我很爱我妈，我妈也很爱我。那发脾气只会破坏了那个关系，考试又不会100分，压力又不会跑掉，他给我的工作也不会自动完成，那我干嘛发脾气？所以我人生第一次跟我妈说了声对不起。道歉以后超级有成就感的，不信你试试，真的很有成就感，比做什么事情都有成就感多了。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奶妈已经67岁了，她从小把我照顾大的。她有一天从马来西亚打电话给我，讯号很不清晰，我就在这边喂，听到吗？几次的重播都是这样，然后我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可是我的思绪就一直离不开这件事情。我在想，我的奶妈从小我一出生那一刻开始就那么疼我，那么关心我，我对她发脾气我应该吗？如果没有明天，我会很后悔我没有告诉她我有多爱她，我还发了她脾气。所以我在凌晨的时候我就爬了起来，乖乖的打了通电话给她，很耐心的等，轻声细语的跟她讲电话。这通话以后整个人真的很舒服。我觉得世界上最舒服的感觉就是你爱的人他知道你有多爱他。所以不要乱发脾气，不要为你的人生增添遗憾，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你才想告诉你爱的人你有多爱他。对你爱的人要及时表达。就这样，拜。